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周四分别向企业界伸出橄榄枝，以吸引企业支持。特朗普专注于减税和放松管制，而拜登则承诺进行公共干预，以创造有利于企业和私人投资的环境。接下来这条，美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至10个月最高点，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在缓解。接下来这条，波音公司发现数百个紧固件未正确安装在其787客机的机身上，正在调查新的质量问题。该问题波及多个波音工厂，涉及每架飞机超过900个紧固件的扭矩问题。波音公司表示，这不会对飞行安全造成直接影响，但他们正在找出导致该问题的根源，并决定在调查完成后需要进行多少后续修复工作。让我们关注，最高法院一致驳回限制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诉讼，保障了其使用权。此药物去年在美国近2/3的堕胎中使用。下面这条， Wells Fargo 解雇10余名员工，因涉嫌利用键盘模拟软件伪造工作状态，该行要求员工返岗，最少1周3天。让我们关注， Waymo 召回旗下所有672辆自动驾驶汽车。此前其一辆汽车在亚利桑那州撞上电话杆， Waymo 已更新软件并提供地图更新，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接下来这条，美国股市周四下跌，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因投资者权衡通胀降温和美联储退出降息的2方面拉动作用。让我们关注，迪士尼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之间的争执结束，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度假村获得了170亿美元的发展计划。此前经历了多年关于公司特别税收区的争斗。接下来这条，泰森食品公司首席财务官因酒驾指控被捕，随后被停职。目前公司股价下跌 1.3%。接下来这条，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周利率小幅下降至 6.95%， 此前一周为 6.99%。由于美联储表示今年只会下调1次基准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可能至少要到1年后才会大幅下降。接下来这条， Snowflake 将于本周结束对黑客攻击事件的内部调查，该事件影响了165家客户，目前尚不清楚客户数据被盗的全部情况。调查发现，黑客利用单因素身份验证技术访问了缺乏多重身份验证等安全措施的客户账户。Snowflake 强调了实施多重身份验证措施以预防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接下来这条，美国股市周四表现好坏参半，投资者权衡通胀降温和美联储暂停降息的双重影响。下一条，美股周四创下收盘新高，因投资者权衡通胀降温和美联储减少降息的2重影响，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4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小幅下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从今年的降息预期调整为仅降息1次，但这似乎并未让投资者感到担忧。下面这条， Adobe 上调了2024财年收入预测，因其基于人工智能的编辑工具在经济放缓迹象中受到更多企业和消费者的欢迎。人工智能助力其软件产品收入，如 Premiere Pro、Animate 和 After Effects。最后一条是，特斯拉股东重新批准了埃隆·马斯克打破纪录的薪酬协议，并签署了新的德克萨斯州注册，表示对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支持，而他正在多条战线上进行法律斗争。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